2026年4月11日，常州奥体中心的草皮被春雨淋得透亮，但看台上的热度却一点没被水汽浇灭。随着知名歌手周深在开幕式上开嗓，那首名为《热烈盛开》的主题曲旋律一出来，整个球场的空气仿佛都被点燃了。说实话，现在国内很多省级或城市级联赛的开场环节很容易流于流程化，但这次苏超把周深请到现场，确实是一步走得挺准的棋。流行音乐的感染力加上足球赛事的对抗张力，直接把原本可能只在地方体育频道里打转的赛事推到了更广阔的公众视野里。音乐落下的那一刻，你甚至能感觉到两队球员肩上的担子又沉了几分，毕竟开场即巅峰，球迷的期待值已经被彻底拉满。其实一场草根联赛能不能真正破圈，开场这一下的氛围营造太关键了。周深这首《热烈盛开》选的贴切，足球本来就是青春、汗水和情绪价值的集合体，用有传唱度的流行乐做引子，既照顾了现场体验，又自带社交传播属性。这种把赛事当成文化产品来包装的思路，说明主办方已经摸到了当下体育运营的脉搏，把镜头拉回到比赛本身。这场揭幕战之所以能稳坐首轮话题 C 位，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常州和南通这两支队伍背后的叙事反差实在太大。去年的首届苏超，常州队那叫一个举步维艰，整个赛季一胜难求，结果倒因为一场比划保卫战意外在社交媒体上火了，硬生生把流量和话题度拉满。而南通队呢，常规赛保持不败，最终斩获亚军，球风硬朗，战术纪律性强，拥趸基础扎实，是妥妥的实力派代表。今年再碰面，一边是急需证明带着网红标签的常州，一边是带着亚军光环憋着劲想登顶的南通，这戏码怎么看都充满戏剧张力。足球的魅力往往就藏在这些赛前的人设碰撞里。常州的黑红体制和南通的稳健做派，其实映射了草根联赛的两种生存逻辑，一种靠情绪共鸣和话题传播吸引关注，另一种靠硬成绩和体系化建设积攒口碑。当两种路径在雨夜的绿茵场上正面交锋，比赛的胜负早就超越了3分本身，更像是一场关于城市足球尊严与韧性的对话比赛一开踢，雨势不小，场地湿滑，这也恰恰考验了双方的临场适应能力和战术执行力。开场后的局面其实有点反客为主的意思，南通队仗着边路的速度优势和中场默契的短传渗透，频频在常州队腹地做文章，威胁球一个接一个。不过足球这东西，进攻再流畅，也得看对方门将答不答应。常州队的别奇修今天简直是开启了全景模式，视线受阻，球速变快的情况下，依然判断精准，高接低挡，扑救动作干脆利落，硬是把南通队的狂轰滥炸给摁了下去。到了第34分钟，转机来了，南通队员在禁区内犯规送点，王宏宇站上点球点，没有多余试探，冷静推射得手，1-0。常州队终于把场上的被动转化成了实实在在的比分优势。与战队门将的专注度和下盘稳定性要求极高，别奇修这场的表现绝对是现象级的。足球场上常说的门将者得天下，在省级联赛里，一个状态在线的门将往往能直接托起一支球队的战术底气。王宏宇这个点球罚的也很老道，不拖泥带水，这种在高压环境下的心理抗压能力，正是年轻球员在实战中最难练出来的东西。一边再战才过1分钟，比赛的悬念就被进一步压缩了。常州队刚换上替补席的小将叶文杰，敏锐地捕捉到了南通队后场的一次传球失误，果断前插打空门得手，2-0。这球进得干净利落，也彻底打乱了南通队的战术部署。更雪上加霜的是，南通队的王博文在一次进攻拼抢中动作失控，踢到了对手面部，裁判毫不犹豫地出示红牌将其罚下。少打一人，比分又落后，南通队原本可以依赖的反击节奏直接断档，比赛彻底进入了常州队的掌控区。常规时间临近结束时，南通队防线再次出现致命漏洞，唐曾奇基民补射破门，将比分牢牢锁定在3-0足球比赛里。换人调整和红牌往往是扭转战局的催化剂。叶文杰作为刚登场的新人，第一脚触球就敢做决定，这种初生牛犊的比赛阅读能力很难得。而王博文的红牌，除了技术动作的变形，更多是心态失衡的连锁反应。在湿滑场地和比分落后的双重压力下，急躁往往会放大失误。常州队能把2-0的优势扩大到3-0，靠的不仅是对手的自乱阵脚，更是自己把握机会的果断与执行力的连贯。省级联赛的容错率本来就低，一招不慎，战术板上的所有布置都会瞬间归零。把视线从常州奥体移开，首轮另外3场比赛的结果同样值得细细咀嚼。
无锡队3-1拿下镇江，苏州队1-0小胜扬州，连云港则0-2不敌盐城。几场球下来，积分榜的雏形已经隐约浮现，但远没有到盖棺定论的时候。没有绝对的强弱分明，每支球队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寻找赢球密码。常州队凭借这场3-0的爆冷暂时登顶，但足球联赛从来都是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首轮的高光或低谷，放到整个赛季的维度里看，都只是一个热身阶段的注脚。省级联赛最迷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去中心化和强对抗。像无锡打镇江、苏州碰扬州这种带有地域文化碰撞的对决，往往拼的不是纸面身价，而是谁能把细节抠到极致，谁能在关键节点扛住压力。常州登顶固然可喜，但别忘了，这才踢了一场。真正的考验在后面，尤其是当对手开始录像分析、针对性布防之后，谁能保持战术弹性与心理稳定性，谁才能走得更远。今年苏超在赛制和赛程上的调整，明显是经过反复推演的。最大的变化在于淘汰赛阶段，从去年的单回合淘汰改成了主客场双回合，8进4和4进2都实行2回合制，只有决赛保留1场定胜负。常规赛还是78场，每队6主6客，但淘汰赛增加了6场，总场次达到13场。赛程也统一安排在周六，一口气覆盖5·1、端午、中秋、国庆，整个赛季比去年延长了1个月。这背后的逻辑很清晰，增加比赛密度，拉长曝光周期，把赛事真正打造成周末文化消费产品。赛制升级不是简单的加场次，而是对赛事运营、后勤保障和商业开发的全面压力测试。双回合淘汰制能最大程度过滤偶然性，让体系更成熟的球队走得更远，同时也给了球迷跨城看球、体验不同城市足球文化的机会。把比赛固定在周六，配合节假日档期，其实是在培养大众的观赛习惯。体育产业要健康运转，不能只靠一时热血，得靠可持续的消费场景。这次苏超在赛程编排上的精算，说明主办方已经意识到，草根足球也需要工业化、专业化的运营思维。另一个值得反复提及的数字是球员年龄结构。本届赛事球员平均年龄降到了22.32岁，比上赛季下降了1.77岁，22岁以下的球员多达430人。这个数据放在省级联赛里相当亮眼，也直接印证了江苏青训体系和高校足球输送通道的阶段性成果。年轻意味着体能储备好，跑动覆盖大，战术可塑性高，但同时也意味着比赛经验薄，情绪管理需要时间。把这么多年轻人放在同一个高强度竞技平台上，既是对他们心理素质的淬炼，也是对未来职业梯队的人才蓄水。年轻化是一把双刃剑，用得好是活力引擎，用不好就是状态过山车。平均年龄22岁出头，说明很多球员可能刚走出校园，或者正在职业预备队与半职业联赛之间寻找定位。苏超给他们提供了一个低试错成本、高实战价值的舞台，这种以赛代练、以战促训的模式，比闭门造车有效得多。看着这些孩子在雨中拼抢、失误、调整、再拼抢，你会真切地感受到中国足球的根系其实就扎在这些看似不起眼的省级联赛里。随着揭幕战的中场哨落下，2026赛季苏超的长卷正式铺开。从周深的主题曲到常州3-0的爆冷，从赛制的精细化调整到球员年龄结构的优化，这一届联赛在多个维度上都展现出了向上生长的姿态。草根足球从来不是职业联赛的附属品，它有自己的生态逻辑、自己的叙事节奏、自己的生命力。当一座城市的荣誉感、一群年轻人的足球梦、一套越来越专业的运营体系交织在一起时，苏超早就超越了一场比赛的胜负，它成了连接城市文化与大众体育的鲜活纽带。说到底，我们为什么愿意持续关注省级联赛？因为它离普通人最近，没有天价转会费，没有复杂的资本博弈，只有纯粹的热爱和实打实的奔跑。常州队的这场开门红，或许只是本赛季的一个切片，但它传递出的信号很明确，只要赛制合理、运营专业、年轻人愿意上场，中国足球的土壤就永远有发芽的可能。接下来的周末，不妨走进球场，听听雨声，看看草皮上的滑铲与冲刺，你会发现，足球的热烈从来都不止在顶级联赛的聚光灯下，它就在这些为家乡而战的脚步里。